一讲起这个大唐智将裴行俭呐，我都老犯愁了。这位守约先生啊，你说他打仗从来不好好打，啥时候都不带硬磕硬的和对方拼架，你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有多少脑洞大开的花招。这不，大唐高宗掉落2年年初，皇帝啊让他去平定东突厥之乱，守约先生安排的运粮车队啊，愣是就闯进了突厥人的伏击圈，而且这活承担运粮任务的唐军士兵啊，三三两两，而且大多都是这个老弱士兵，让人远远望见就有一箭射倒，再跑过去补上几刀的这种冲动。所以啊，当这支有300辆粮车的唐军运粮队啊出现在突厥骑兵的眼前的时候，突厥人那是如饿虎见肉般呢，立刻猛扑过去。押运粮草的那唐兵果然就像预料中的那样，不济事，望见有人来接粮啊，上千唐军那二话不说，一口气奔了出去，转眼间就没了影踪，只留下原地这个一长列这个粮车呀。突厥人是欢喜不已，乐呵的带走了唐军丢下这个粮车，在他们看来，这又是轻松的胜利啊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。就在突厥人驱车赶往泉水棚解鞍放马，准备歇息之时啊，一场3D 版的大变活人突然呢在他们眼前上演了。一群壮汉那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子从那个粮车里边闪出来了，是举刀就砍，搭箭就射，突厥人是猝不及防，瞬间被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只得是四散而逃。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呐没能逃出去，刚刚跑出一段距离，喊杀声突起，埋伏在道路两侧这个草丛里边的这个唐军伏兵啊发起了进攻。草丛设伏，这也就算了，可恨的是这些唐军呢并不主动现身，而是不知道躲在哪些草丛里边用强弩啊玩点射。看到身边这些同胞啊接连被带着凌厉风声的箭矢射杀，突厥人的内心是彻底崩溃了。突厥劫粮部队啊至此是基本覆没，只有少数运气好的这个出色的骑手得以逃出升天。相信呢，你已经看出来，这支运输队它是一个圈套。裴行俭呢对之前萧思业的战败他是有过这个分析研究的，他一眼就发现了，说这个突厥人的进攻方式那都是有套路的呀。裴行俭早就料到这个突厥人呢会故技重施，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。具体说来啊，就是集中了300辆粮车，不装粮，改装人。每辆车上都埋伏5名壮士，手持陌刀、强弩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并以数百名老弱士卒担任护卫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诱使突厥人跑来劫粮，再给予突然的重创。而裴行俭呢，唯恐突厥叛军他死得不够彻底啊，所以又贴心的在这个险要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埋伏下了这个精锐埋伏，要求务必御敌以震慑性打击。事实证明啊，裴行俭的目的他达到了。从此之后啊，突厥骑兵见到唐军的运粮队啊，那就自发自动的远远躲开，就怕再着了这个守约先生的道。唐军运粮队的安全问题啊，就这样就永远的解决了。裴行俭呢，现在可以专心致志的考虑这个破敌大计。战前呢，这个裴总司令对战局进行了清晰的梳理。根据这个情报啊，漠北的回纥等部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啊，已经按要求自北而南移动，做好了夹击突厥的准备。突厥北逃的路可以说是被封死了。东边的这个程务挺那是程明镇的儿子，这小伙子十分骁勇，看到突厥人呢就追着打呀，敌人对他是颇为畏惧。西路军的统帅李永健呢是李唐宗室襄邑王李神福的儿子，此人呢虽然不像程务挺那么能打，但长期在北疆驻守，防守的经验丰富啊，那个阻挡突厥骑兵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啊，裴行俭告诉属下官兵，现下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自己的这支军队敢不敢与突厥骑兵硬碰硬，和能不能一鼓作气立刻敌人。掉落2年3月，裴行俭率领唐军在黑山大破东突厥叛军，随即继续追击残敌，连续几战将突厥人从一个崩溃打到另一个崩溃。新任可汗阿史那尼舒普没有对接连的败北啊发表任何意见，
但他的部下们却吃不消了，所以啊，阿史那尼舒普被部下所杀，人头啊被献给了唐军作为归降的纪念品。不久之后啊，此次叛乱的另一领导人阿史德奉之被临阵生擒，叛军呢就此是土崩瓦解，唐军则得胜班师。然而，突厥贵族复国之心不死啊，整日梦想着恢复突厥帝国的辉煌。于是啊，在裴行俭走远之后啊，他们又不服了。嘿，我不是打不过你吗？这回啊，我找帮手，我找吐蕃人，我一起干你大唐。